广陵城出过一桩怪案，33个强盗砸了首富胡家，钱财席卷一空，人也没留活口。官府查了半个月，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所有人都觉得这案子烂在那儿了。知县柳庆没说什么，写了张纸，叫人贴到城门口。2天后，一个家奴跑来投案，没多久，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，33个人，一个没跑，全落了网。那张纸上拢共没几十个字，那张纸到底写了什么啊？事情还得从那个暴雨夜说起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广陵县里有户胡家大宅，当家的叫胡纳忠，本地数得上号的财主，祖上几代攒下来的，全搁他一人身上。那宅子盖得又深又阔，高墙厚门，立在街上，排场比县衙还大。可这一夜出事了，大门外头30多条黑影贴着墙根，一声不响地聚到一处，火把一亮，一张张脸半明半暗，棍棒攥得死紧，眼里凶光直往外冒。咚的一声，大门被生生砸开了，一群人嚎叫着冲进来，方才还死寂的大院眨眼间全乱了，喊的、跑的、砸的，搅成一锅粥。这伙人冲进院子，把胡府翻了个底朝天，金的、银的、绫罗绸缎，成箱成箱往外搬，一宿功夫，值钱的东西搬了个精光。男丁全被五花大绑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女眷缩在墙角，吓得大气不敢出。有个不怕死的伙计刚要反抗，当头挨了一棍，血溅了一墙。那声惨叫在夜里传出去老远，听着叫人后背发凉。天快亮时，强盗们才走。再看胡家院子，满地狼藉，昨天还是当地头1号的人家，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。强盗得手，跑得干净，一转眼没了踪影。胡纳忠魂还没定，连夜跑到县衙，扑通跪在知县柳庆跟前，把这一夜的事儿哭着喊着全道了出来。状纸写得清楚，深夜火把闯入，捆人伤人，洗劫一空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。胡纳忠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求官府快派人把人抓了，把东西追回来。柳庆看了一眼，平日穿金戴银的富商，这会儿跟落汤鸡一样，脸上泪痕一道一道。柳庆眉头皱着，一句一句细问起当晚的情形。柳庆把状纸看完，头一句就问：这么多人闯进来，家里几十口人，就没一个看清脸的？胡纳忠苦着脸摇头，说那帮贼头上裹着白布，脸涂得跟锅底一样，黑乎乎的，根本认不出来。倒是有几个看背影身形有那么点眼熟，可没有实证。他胡纳忠再大的胆子也不敢乱认，万一指错了人，那才麻烦。这一问下来，柳庆手里那一根线断了。柳庆不肯就这么算了，接着问：胡家这么大的宅子，几十口人，那么乱的时候，就没人翻墙出去喊救命？胡纳忠说：大门一响，那帮人全涌进来，谁跑得了？柳庆再问：左邻右舍这么大动静，就没一个出来的？胡纳忠叹口气说：贼人多，邻居躲都来不及，谁敢凑过来？一圈问下来，案子兜了个圈，又回到了原点，还是没有头绪。柳庆沉默了一会儿，换了个问法，让胡纳忠好好想想，本地有没有惯偷，谁跟胡家有过节，那晚那帮人的身形走路，有没有哪个看着眼熟？胡纳忠一听，眼睛亮了，提起笔，哗哗哗，一口气写了20多个名字，有当地出了名的地痞，也有平日和胡家结过仇的。柳庆接过名单
二话没说，拍了桌子：“这20多个人，一个不许漏，全给我抓来！”大堂上这20多人一个比一个嘴硬，死活不认。刘庆也不急，惊堂木一拍，宣布：“都不认识吧？行，全关进去。不过有句话先说好，牢里头谁能打听到真贼的消息，把人揪出来，官府立马放人，不含糊。这招看着平常，还真管用。”这些人为了洗清自己，赶紧托关系找门路，牢里牢外到处打听起来。柳庆心里清楚，30多个人一块干的事，这时候官府查得这么紧，外头又到处有人打听消息，那帮真贼心里能不乱？他等的就是这个，不声不响，铺纸提笔，写了封匿名信，学着强盗的口气：“咱们一起抢了胡家，人多嘴杂，迟早要漏。现在想去自首，又怕掉脑袋。官府要是能给个话，谁先来自首就免罪，我们立马去投案。”写完了，搁下笔，嘴角动了一下。信写好，柳庆叫来心腹，趁夜深，悄悄贴在县衙外的墙上，胡家大宅附近也贴了一张。第二天天没亮，透进城的人就围在墙下，指指点点，交头接耳。这消息传得快，没到晌午，整座县城都知道了。柳庆站在高处，眯着眼看着底下乌压压的人群，他要找的那个人这会儿就混在里头，正把那几行字一个一个字往心里记呢。这封信一贴出来，强盗那边当场乱了，几个人凑一块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里都在想，这帮人里头是不是已经有人要偷着去投案，把自己摘干净？人心就这么散了，谁也信不住谁了。另一边，胡纳忠也看见了这封信，一看还有人要投案，喜出望外，三下五除二把信接下来，一路小跑送进了县衙。柳庆见时机到了，立马叫人写了一道告示，挂到城门正中央。告示写得明白，抢劫胡家的强盗里有人写信表示悔过，本官承诺，谁第一个站出来自首，揭发同伙，官府免除全部罪行，绝不追究。告示贴出去才2天，王家有个家奴叫赞吉的，扛不住了，一个人腿发着抖，走进了县衙大门。赞吉跪在大堂正中，颤巍巍递上自首书，哭着辩解，自己本来就是个老实看园子的奴才，根本不是什么地痞。13那天夜里，他在园子里值夜，撞上了这30多个强盗，对方拿刀架在脖子上，说不跟就要他的命。他是被逼的，吓破了胆才跟过去，全程没打过任何人，事后也没分到1文钱。如今官府说话在先，自己理应免罪。柳庆听完冷笑一声，你主动来认罪，本官确实可以免你死罪，可既然是自首，就得把其余强盗的名字藏在哪儿全都说清楚，这才叫将功折罪。光想着自己没事哪够？赞吉一听，脸当场白了，吞吞吐吐说其他贼人都是生面孔，自己真不认识。柳庆当场拍案，动刑。赞吉哪受得住几下，皮开肉绽，疼得哭喊不停，最后熬不住了，一口气供出了缪、富、于、聪2个名字。柳庆顺着供词，立马把缪、富、于、聪抓来。一进大牢，刑具往眼前一摆，这2人腿当场就软了，什么义气全没了。把当晚30多个同伙的名字、绰号藏在哪儿，一股脑交代干净。柳庆连夜派兵，按着名单一个一个抓，一个没漏，全部到案。大堂之上，柳庆当众宣布，
攒吉最先投案，自称被逼未分赃物，依法可免死罪。缪父等其余30多人全部死刑。话音刚落，缪父那帮人当场炸了，指着攒吉破口大骂：放屁！这奴才哪里是被逼，他从头到尾都是同谋，事后还分了好几样值钱的东西，要死一块死，绝不能让他一个人活着。群贼这一通指控砸下来，柳青冷冷把目光转向攒吉，惊堂木一拍，当堂宣判：攒吉虽第一个投案，但自首书里满是假话，一心想糊弄官府，挨了打才肯说出一个同伙的名字。这哪叫自首，这叫耍花枪。按律死罪难逃，最终33个强盗一个不差，全部死刑。一封信33条命，全上了断头台。闲来无事听一段书，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